怎么没锁呀？妈，哎，怎么孩子在哭啊？妈没在家吗？不哭，妈去哪儿了呀？燕子，你回来了。这孩子没哭吧？妈，你干嘛去了？这孩子都哭半天了。燕子，我没干啥，这不是我看他睡着了吗？我就去楼下给那二婶说话去了。妈，你还说谎呢！这我回来的路上明明看到二婶一个人在那儿，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？燕子，我去打牌了，这不是小摊吗？他们说3缺1，非让我去。我觉得这孩子呀，不是能睡吗？谁知道他醒那么早啊？这次，妈，你还去打牌？你忘了上次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他都生病了。燕子，这不是没事吗？这好好的，你什么你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回来的时候门都没锁，这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你怎么跟你儿子交代？我也看明白了，你呀是改不了了。既然啊你不想带这孩子，我自己带，我回娘家去。燕子，你千万不能走啊！这妈知道错了，妈再也不打牌了，你相信我一次。你哪次不是这样说？你哪次改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燕子，这妈知道错了，你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小黑回来，我该怎么向他交代呀？这。妈，燕子，我回来了。妈，燕子。妈，儿子，回来了。是啊，这公司放假，回来看看你和燕子。哎妈，这燕子和孩子去哪儿了？燕子和孩子呀，去他娘家了。什么？燕子回娘家了？妈，你是不是惹燕子生气了呀？小黑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燕子回娘家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那行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回来。儿子，打什么电话呀？你看你刚回来，你先歇歇哈，过2天他就回来了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让我跟燕子打电话呀？儿子，你别多想，这不是妈就为你好吗？你看你那么累，赶紧去休息休息啊，明天再打。不对，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说吧。妈能有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不说是吧？那我跟燕子打电话了。行，我跟你说，这我不是去打牌了吗？回来孩子在哭，燕子就生气了，抱着孩子就走了。什么？妈，你还打牌呀？上次因为你打牌，那孩子发烧，你忘了吗？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呀？小黑，这妈呀已经知道错了。你说这燕子要走，我也拦不住啊。行了，妈，你既然不愿意看孩子，那你就回老家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小黑，你别让我走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妈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能记住这次，再也不打牌了。再打牌我剁手。妈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。妈，你自己回老家反省反省吧。我不回。走啊！你不走也走，走嘛，我知道错了，小黑，你走，别妈走好不好？是我妈，真气死我了。不行，我得把燕子给接回来。慢点啊，燕子。燕子，对不起啊，这我爸我妈已经赶回老家了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行了，小黑，
我又不是真生妈的气，只是看着当时孩子哭成那样，心里着急。小黑，这以后我就不去上班了，我在家里好好看孩子吧。行，燕子，我跟公司申请一下，把我调到这边来工作，这样以后离家近，照顾你和孩子也方便。那行，但是妈那边怎么办？不能一直让她在老家待着呀。燕子，你别担心，等妈什么时候想通了、想明白了，我再把她接回来。行，这妈肯定也知道错了。燕子，你累了吧？走，我带你去休息休息。行。小狗狗，谁呀？来了，来了！小田，小阿婶，你说你都多久没跟我们一起打牌了呀？正好你今天在家，我们打牌去啊！小田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打牌了，我要在家好好看我大孙子呢。哎呀，小阿婶，这孩子这么小，这哄睡着了，往那一放，他睡眠时间很长的，咱们直接去打牌不得了？小田，今天你说什么啊？我也不会去打牌了。我告诉你，小田，以后啊，你这牌也少打，这牌打多了呀，没什么好处。这你媳妇儿不给你生气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小阿婶，你要不去你就别说了，那你不去我自己去，以后不找你打牌了，走了。你看小田，这孩子也不听人劝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孙子，这奶奶呀，以后再也不打牌了，好好在家看你啊。哎，王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之前我交代你的事儿有眉目了吗？哦，王总，是那个事儿啊，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找，但是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，而且事隔那么多年了，现在还没找到呢。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儿。那你先忙，我就走了。那行，王总，慢走。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谁呀？小伙子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原来是个要饭的呀！我看你这有手有脚的，是个骗子吧？糊弄谁呢？小伙子，我不是骗子，我就是饿几天了，我就是想让你给我买点吃的。行了，像你这样的人啊，我见多了，滚一边去！哎，小伙子，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看到个人都说是骗子呢？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阿姨，什么忙？你说。小伙子，你看我几天都没吃饭了，饿得都走不动路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买点吃的呀？要点吃的，这我还着急上班，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吃的。小伙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饿的呀实在不行了。这样吧，阿姨，我上班匆忙没带什么饭，这钱你就拿着吧，你自己买些吃的。啊，小伙子，这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阿姨，你赶紧拿着买些吃的吧，我还着急上班呢。哎，对了，小伙子，你在哪上班呀？前面那个金沙工地，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我，我叫小黑。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小伙子，今天这事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没事，阿姨，你赶紧去买些吃的吧，我现在去上班去。好，这事啊，还是好人多呀。喂，李秘书，你现在赶紧过来一趟，我就在北门社区这儿啊，你快点来啊。哎，李秘书过来了。王总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，在这儿呀？李秘书，我在这儿啊，就是在寻找好心人呐。寻找好心人？是啊，今天呀有收获，我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小伙子，而且呀，这小伙子还在咱们工地上班。哦，王总，难怪你之前一直让我找那个好心人。是啊，当初啊，也是这个场景，我一个人啊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好心人啊，他给了我一口吃的，所以呀，才有了我的今天。
我之所以叫你一直找他，就是想报答他，但是啊，一直没找到他，所以啊，我就想这个办法，在路上看看能不能碰到好心人。如果他们有困难的话呀，我就想办法去帮助他们。哦，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呀？他叫小黑，在咱们金沙集团上班呢。他这样的人呀，应该大会表扬一下，让所有员工向他学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王总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办好的。行，别忘了给他涨工资，咱一定让这好心人得到应有的好报。这件事我就不出面了，都交给你办了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好。李秘书，你找我？你是小黑是吧？是啊。是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公司决定要给你涨工资呢。涨工资？为什么呀？你还记得早上你帮助了一个阿姨吗？是啊，我给她100块钱了。可是，李秘书，我没吃到啊。我没说你迟到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不是一个有困难的阿姨吗？她其实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。啊，董事长？他为什么那样做呀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这以前董事长受过一个好心人的帮助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他，只是没有找到，所以他才用这种方式来回报那些有需要帮助的好心人。那我们董事长真是太善良了。所以你明白了吧？这不仅要给你涨工资，还要让全体员工跟你学习呢。这是件小事嘛，举手之劳。行了，好人嘛就应该有好报，你先去忙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李秘书。不用，好好干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。